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云秀行邓为一集戏份不到5分钟，粉丝气炸，与祖父梦中相见太催泪。豆瓣2.8分，一部由李一桐、曾舜晞、邓为主演的古装剧，播到热闹处却先把口碑摔到了谷底。更尴尬的是，围绕云秀行的讨论里，剧情被吐槽的最凶，广告存在感也明显冷清，观众一边摇头一边弃剧。弹幕和评论区像开了吐槽大会，可偏偏就在这种局面下，邓为一场不到几分钟的哭戏突然冲上讨论中心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明明是男二，平均每集戏份并不多，为什么他一出场，反而成了不少观众愿意继续点开的理由？一部被批权谋向过家家的剧，为什么还能靠一段祖孙梦别把观众情绪重新拽回来？这场戏到底是角色本身写得好，还是邓为的表演撑住了场面？争议从一开始就摆在台面上。有人说云秀行最大的问题不是演员，而是故事立不住，权谋线缺少真正的刀光剑影，人物行动缺乏说服力，看起来像把复杂潮局压缩成了几句台词。也有人认为演员再努力，也很难把一盘散沙演成满汉全席。可另一边，邓为的观众却给出了不同答案。剧可以不好看，但娄启言这场梦见祖父的戏确实扎心。这就是影视剧最现实的一面。整体口碑塌了，不代表每个片段都没有价值。剧情逻辑弱，不代表演员没有发挥空间。邓为在云秀行里的位置本来就特殊，此前他凭《长相思》中的涂山璟快速出圈，从被看见到被期待，观众对他的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。云秀行作为他最后一部男二作品，自然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。结果剧集开播后，大家发现他戏份少得可怜，平均每集出场时间不到5分钟，这种落差本身就够有话题。更关键的是，邓为这次不是简单演一个温润贵公子，他在剧中涉及娄启言，正是两个角色面相。正是规矩、乖顺、有贵族公子气的人物，娄启言则完全不同，他更偏执、更自我，身上带着疯批反派的危险感。一个演员要在有限篇幅里让观众分清这种反差，并不容易。戏份少意味着铺垫少，铺垫少就更考验瞬间抓人的能力。邓为这次真正被夸的地方，也正在这里。那场梦中见祖父的戏，表面看是常见的亲情桥段，实际难点不小。娄启言在书房趴着睡着，梦里见到已经离世的祖父。祖父说自己放心不下孙子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这个设定并不复杂，甚至可以说很传统。影视剧里亲人入梦的桥段并不少见，可观众为什么还会被打动？因为邓为没有把这场戏演成单纯的嚎啕大哭，他先是笑着看祖父，脸上有久别重逢的喜悦，眼眶却一点点泛红。这里的情绪不是开闸放水，而是像杯子里的水慢出来。娄启言这个人物平时带着锋利感，不像会轻易示弱的人，可在祖父面前，他突然变回了那个被长辈牵挂的孩子。这个变化让角色一下子软了下来，也让观众看到了他疯批外壳下面的缺口。真正让人破防的是祖父要离开那一刻，娄启言拉住对方袖子，说出祖父不要走。这句台词本身很简单，没有复杂修辞，也没有煽情长句，可它最像人在失去亲人时会说出口的话，不是讲道理，不是谈命运，就是本能的想把人留下。祖父替孙子擦泪的动作，又把这份亲情落到了细节里。观众看古装权谋时，常常会被各种身份、阵营、算计绕得头疼，但亲情这件事不需要解释，谁都能懂。
娄启言醒来后，发现祖父留下的信，情绪再次崩开。这一段如果处理不好，很容易显得重复，因为前面已经哭过一次。邓卫的处理重点在于醒来后的失落，梦里还能抓住袖子，醒来后只剩信件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一步之遥变成阴阳两隔。眼泪在这里不只是悲伤，也是确认失去后的无力。正因为这个层次还算清楚，观众才会觉得不是硬哭，而是情绪顺着角色经历走出来。这场戏被拿来和《长相思》里的涂山璟做比较，也不难理解。邓卫在《长相思》里让很多观众记住的，正是那种克制、破碎、温柔里带着疼的表演。涂山璟不是靠大开大合赢得注意，而是靠眼神和状态让人物站住。云秀行这场祖孙梦别，某种程度上唤起了观众对涂山璟的记忆。同样是情绪压在心里，同样是眼泪来的不吵闹，同样靠细节把人带进角色处境里。不过话也得说回来，单靠一场戏就补了整部剧。云秀行被批评的核心还是故事本身。权谋剧最怕两件事，一是人物像棋子，二是局势像儿戏。观众看这类剧，想看的不是谁嗓门大，谁表情狠，而是谁的选择有代价，谁的布局有后果。如果主线逻辑撑不住，再好的演员也只能在局部发光。邓卫这次的处境，就像在一间灯光不稳的屋子里点了一盏小灯，亮是真的亮，但照不完整个房间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这种现象也很常见。演员凭一部剧爆红后，库存作品陆续播出，观众会用新的眼光回看他过去接下的角色。邓卫因《长相思》人气上升，云秀行自然被赋予更多期待。可作品拍摄、播出、走红之间存在时间差，演员如今的位置变化，不代表旧项目能同步升级。观众期待他拿大男主标准交作业，但云秀行给他的戏份和空间，明显还是男二配置。这种错位，才是讨论热度里最微妙的部分。邓卫自己对这场戏的反应，也为表演加了一层注脚。据相关花絮显示，他在观看回放时拿着纸巾擦泪，导演喊卡后仍然沉在与祖父告别的情绪里。演员能不能共情角色，不等于表演一定成功，但至少说明他没有把这场戏当成机械任务。对观众来说，最怕看到演员通知式表演，台词告诉你我很痛苦，表情告诉你我在用力。邓卫这场戏的优势是情绪看起来有来源，哭得不突兀。当然，夸演技也不能变成无条件滤镜。邓卫这次被认可，是因为具体片段确实有效，而不是因为粉丝声音大就能把问题盖过去。云秀行的低评分、剧情争议、戏份分配，都是摆在台面上的事实。演员有亮点，剧集有短板，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。成熟的观众不需要在全盘否定和闭眼吹捧之间二选一，好就说好，差就说差，才是对作品和演员都负责任的态度。回头看邓卫这条路，长相思让他被更多人看见，云秀行则让观众在一部口碑并不理想的剧里，再次捕捉到他的情绪表达能力。对他来说，这既是机会，也是提醒。机会在于有限戏份也能留下有效片段，说明他有抓镜头的能力；提醒在于演员想走得远，最终还是要靠更完整、更扎实的作品说话。片段出圈可以带来热度，但真正稳住口碑，需要角色从头到尾都站得住。总结来说，云秀行的争议并没有因为邓卫一场哭戏就消失。豆瓣 2.8 分背后反映的剧情问题也不能被忽略。但娄启言梦见祖父这段，确实是全剧少见的情绪高光。邓卫用克制的眼神，逐层递进的落泪和告别后的失控，
把祖孙情演出了分量，也让观众想起《长相思》时期那个细腻的涂山景。我的观点很明确，演员的高光值得看见，剧本的短板也必须承认。对邓卫来说，下一步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自己会哭，而是遇到一个逻辑扎实、人物完整，能让表演持续发力的好故事。